恶鬼，千万不要小气呀！家主，千万不要回来找我。这是在哪儿啊？将我们忘了。我穿越了。大宣朝陆宁万安身府家中，书香门第，3岁识字，5岁写诗，7岁诵读经典，19岁一事无成。我叫陈洛，字东流，19岁，父母双亡，有姐有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种不重要的记忆就别提了吧。重点是这个陈洛怎么就死了？陈家死绝！我勒个去！居然是在梦中被拧断了脖子。啊，那不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有鬼有妖？这还是灵堂，越想越可怕，我得赶紧离开这儿。快动手！黑狗血困不了他多久！哎呦！等等，住手啊！这才刚穿越过来，就要被人插个透心凉。穿越者不是都该有个系统吗？系统，宿主呼唤你，快出来救我！他肯定是阴间的话语，我们都不要听，会折寿的！快盯住他！难道这样穿越过来的我，就要终结于此了吗？都给我住手！这里又是哪儿？这是啊！随身空间，外挂，还是天堂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这是捉鬼的钟馗！哎，等等！这是脑袋里一口气塞入的东西也太多了，好疼！哎，好香啊！这是哪儿啊？这位自带美颜滤镜的上传某音立马就能爆火的美女是……哎，原来只是我的姐姐，而不是青梅竹马必须嫁给我的发小啊！开局白得这么一个漂亮的姐姐，估计我模糊看见了救我的人也是她，而且还让书传给我，自己守了我一夜吧。也不错了，起码不是孤儿开局，难度系数瞬间降低了。但是这个世界跟普通的穿越世界有点不同啊，在我的记忆里，知乎这个世界居然只用读书就可以修行变强。问题最离谱的是，这个世界居然只有道、佛、儒3种经典书籍，其他啥也没了。啊，不对，我刚才的梦境里好像那些花瓣，全部都是闲书啊！在这个只有3教书籍的读书就能修行的世界里，我的外挂是一堆屁用没有的闲书。我的外挂是一堆屁用没有的闲书。我怎么感觉给我分配的系统有点呆啊？直接给我整个超级无敌通天剑绝杀级，或者什么金刚不坏直接透破天地这无敌神经不香吗？实在不行，给我来本《离骚》《论语》啊，坑爹啊！爹，在哪儿？小洛，你醒了！小洛，太好了！你怎么心跳的这么快？还是不太舒服吗？可能是因为过于激动和肾上腺素陡然爆发引起的心律不齐吧。
啊！我在说些什么呀？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被子太厚了。我去让小环给你换一套薄的进来。啊！小洛，你就在此处，不要走动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刚才那句话，怎么总觉得在哪儿听过？得了，我偏要走动，我得赶紧试试，把那钟馗列传写出来。既然是外挂里的，肯定有什么用。钟馗列传，这股力量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天道之力！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这个世界之所以只有三教书籍，是因为只有天道认可的书籍，才能用这个世界的雅文书写出来。这个世界的天道，简直就是个小升书的家长，连写一写闲书都不行。放在现代，写举报信、举报游戏、漫画的就是你吧？天道认可了钟馗列传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从那梦境花海中带出来的书，全部都得到了天道的认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四大名著《临川四梦》《志怪传奇》《鬼怪笔记》，全部都将是我写的全新文章。这些闲书都将是我的外挂。有挂，那这个开局就简单了呀。让我来看看，这挂会是什么呀？哎，怎么自个儿都闪光啊？难道这篇钟馗列传的能力就是闪下别人的狗眼？可这光也不怎么刺眼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某家钟馗见过主公。你是真人吗？是我写的书给召唤出来的。回主公，某家并非真正的钟馗大人，而是您书写的《钟馗列传》的书灵，一名钟馗。哦，书灵啊。哦，那你会抓鬼吗？主公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能吃鬼。”此方天道亦认可这种说法，那么某家便能吃鬼。不过，书灵的能力与作者息息相关，某家亦是如此。故某家对鬼物天生克制，但最多也只能应对高出主公2个境界的鬼物。高出我2个境界，那我现在的境界是零，怎么这么不争气？难怪会被鬼物害死啊！怎么就是零？怎么会是零呢？主公也不必如此妄自菲薄。某家高出主公2个境界，也就是主公口中的2。1层是能够击杀影响身体孱弱之人的鬼物，2层则是能够诛杀入梦杀人的厉鬼。诛杀入梦杀人的厉鬼，除死这前身的，就是入梦杀人的厉鬼，这卡的刚刚好啊！回去，回去！陈家，说杀我全家，刚把我搞死又来，不会是冲着我那漂亮姐姐来的吧？要是你敢动我姐姐，必须得把你搞得魂飞魄散的混蛋！要是你敢动我姐姐，必须得把你搞得魂飞魄散的混蛋！小环，小姐呢？小姐说看见鬼了，去追了。我刚才不知被什么邪风一吹，居然站也站不稳。少爷，你说我是不是被鬼抓了？你怎么了？莫生气，我已经找到您的姐姐了。在哪儿？您自己看吧。好亮，你给我撒了什么？是开阴阳眼的术法，您请抬头。钱。钟馗，给我搬梯子，我上屋顶帮忙。好，是主公姐姐的肉身，上面是她的魂魄。不是在惊讶这个，而是那5根银针。那是记忆里姐姐修行的儒家方面天门13针禁忌秘法，是银针入魂，
封闭自身一切感知，好让灵魂出窍。但是出窍之后，将会随即失去一项感知能力。他肯定是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守在院落，跟恶鬼作战。虽然我不是他的弟弟，但从现在起，钟馗主阵。是，主公。她就是我的姐姐。今天他就算是僵尸，他也是我的弟弟。既然再活一次，那这一次我也会好好活下去的。陈勋，从今往后，我守护住属于我们的一切。主公姐姐，请您快快下去，此地交给某家。恶鬼，我今天必须上来打烂你的脑袋！此猪交给先生了，舍弟不会术法，我去守他。不回去啊！一会儿神魂散了怎么办？我想再看一看你，万一等会儿我看不见了。别说丧气话，可能就是没了嗅觉，就当得了个鼻炎。鼻炎？那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赶紧归位啊！好吧，那我归位了。怎么样？哪里不对劲？你说对了，是嗅觉没了。那就好。你一个凡人，干嘛要跟鬼物硬拼？你不知道多危险吗？我怕他又来害你。我在这里。对了，刚才那位高人是？他叫钟馗，是我召唤的书灵。他还以为我不知道他眼睛的事情。书灵？主公，某家已将鬼物制服，不过这鬼物并不是真正想要谋害主公的幕后黑手。什么？不是他？不是，从我吞吃这个鬼物的记忆中，我发现它是一只伥鬼，且在他的脑海里有一只强大的虎妖在驱使他。虎妖？我知道了。小洛，你先回房去帮我把小环叫来，我和他现在就去禀报县衙。妖魔之事，他们不会不管。去吧，这点小事我能处理。可是，我才不要管家族事务，能不能让我安心读书啊？都给我滚开！不过都是我养的一群下人罢了，偏不信，我一定能看见雅文，我一定可以。小洛从来不想管家里任何事情，今天怎么会主动说起？小姐，眼睛怎么了？是瞎了吗？小姐，你的原来我的眼睛已经这么明显了，小洛也早就看出来了。小环，你去喊评书，让评书跟小洛一起去一趟官府。小环，你去喊评书，让评书跟小洛一起去一趟官府。都给我滚开！小洛自由傲慢，还与我生疏，如今我双目已瞎，今后陈家该怎么办？姐，不要害怕，有我呢，会处理好所有事情的。小环，你觉得小洛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？小环看不出来，你的变化非常大，眼睛都瞎了。可恶啊！梳理了一下记忆才发现，这个晕船陈露居然是个蛀虫。不管家里大小事务就算了，读书也面不变更。陈家上下全靠陈轩在支撑，所以刚才陈轩才会那副态度。就算是瞎了，也不想告知我这个弟弟，因为说了没用啊。跟废物说那么多，有什么意义？那个老钟啊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您讲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在短时间里提升威望啊？这个，某家还真知道一个办法。快说快说！趁着月黑风高，杀人放火，保证你的威望能瞬间从地面上升至地府。就连判官手中的善恶簿子上都会记下您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是坏的，我跟你拼了！前面怎么了？感觉小洛很闹的样子。这是爹爹留下来的定魂玉。小洛复生时，口中定魂玉没有破碎，说明小洛不可能是被高人夺舍复魂。虽然小洛好像成熟了，但这应该是他经历过一次生死之后，变得成熟了吧？小洛长大了呀。小姐怎么了？在玩变脸游戏吗？少爷年幼时曾经打断老奴的一颗牙齿，少爷可记得是几岁的事情？6岁，不过不是我打断的，是您背我爬博望楼的时候，为了保护我，摔跤磕断的。少爷读的第一本经义是老奴拿的，少爷还记得是什么吗？是我爹御写的《春秋》，不过我看不了，一怒之下给撕了。您骗爹爹说是狗咬的。那老奴在外面有一个相好，少爷还记得是谁吗？狗屁！你的相好就是咱家厨娘马大婶。我小时候最爱吃马大婶做的糖糕。你假公济私，把马大婶请到府里当厨娘，这都15、16年过去了，你还没上马大婶的床，我看不起你。少爷，还是老爷带走，让我家少爷放开我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你呀！给我停下！小姐说的对，咱们这就去报官。前面还有10几个细户，咱们把他们叫上。喊他们干嘛？我们只是去报官，不是杀妖。既然是鬼妖，我们多少得小心点不是？你倒是行为谨慎，但现在贸然去报官，他们问我们所谓何事，该如何作答？大人，我们家遭虎妖肆虐，还好少爷命大，逃过一劫。那虎妖呢？不在是吧？那少爷逃过一劫是吧？再给我表演一个，来。少爷不愧是少爷，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。所以说，少爷，您真的能再表演一次枯木生花吗？明白了，证据不足，没有条理，报官也白报。对，现在就好好想想，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惹到过一只老虎？我陈家耕读传家，哪里会得罪什么妖怪？老爷生前喜好云游四方，但除妖灭蛮自有其他身份，也不会牵扯到家里。我想起来了，老爷生前喜好云游四方，但除妖灭蛮自有其他身份，也不会牵扯到家里。我想起来了，2年前秋收的时候，东小溪村的佃户王喜贵找到府上，说是西秀山里跑出了一只老虎，将他的婆娘给叼走了。当时小姐出门办事，我就给少爷您说了此事。你看着办，这种小事别来烦我。然后老奴就擅作主张，找到小溪村的猎人周勇，给了他20两银子，又派了10几个壮丁给他做帮手，到西秀山里将那只老虎给围杀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那只被杀的老虎是只母的。哦，母的？难道这位主陈若不只是个助手，还玩弄一只老虎的感情？少爷，我知道了。那母虎的分种在哪儿？带我去给他道个歉。不是，少爷。哎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穿越过来还得给人擦屁股，擦屁股的神。少爷，现在给母虎道歉没什么用，因为重点不在他身上，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公虎。老虎向来公母相随，现在来复仇的恐怕就是那只公虎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不是那样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难怪我脑子里没有那种奇怪的记忆。少爷疯了。既然已经找到事情的原因了，那双虎是人，我们再动手除害，也不是我们理亏。
既然他要报仇，那我们就跟他斗到底。少爷果然还是疯了。刚才我胡言乱语，他这样看我还没问题，可我现在如此正经，他怎么还这样看我？评叔靠你了，我给你加油，冲啊！以前的少爷明明是这样的才对呀，莫非经历一次生死，少爷是真的成熟了？唉，真是如此，老爷泉下有知，也会瞑目了呀。少爷，老爷泉下有知，定会载歌载舞啊！太好了呀！怎么了？你不会要去给我爹分头蹦迪吧？不好吧？蹦迪是什么？算了，不重要。既然您有这个决心，那我们就去除妖。现在就去把前院住着的10几个伙计叫上。咱们今天就跟那东西拼了！说是要拼，你知道那火药在哪儿？不要冲动，遇上事情一定要冷静。我们先来探查一下线索。哦，对对对，要冷静，要冷静。钟馗，某家在。要冷静，要冷静，要冷静啊！吃了那昌鬼，可有所得？那昌鬼成形最多月余时间，魂魄深处尚有为人时记忆，依稀可以辨认应是以打猎为生，而且有人唤他为周勇。那不就是去带头捕杀猛虎的猎人？还有别的什么信息吗？记忆中还有一段，这昌鬼是在名为西秀山的大山中捕猎时遇血被杀。西秀山，到了，这家伙就在西秀山。少爷，咱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？真的不跟小姐请示一下吗？这里可是2000两白银，我们陈家1年的收入也就这么多。评叔，我问你，陈府家主是谁？当然是您呐。那为何我行事还要去请示小姐？我明白了，少爷当真是不同往日了。少爷当真是不同往日了。这原主个老蛀虫，缺点钱办正事，居然会被奴仆质疑，得是有多把气。不，要真能啃姐，其实也蛮好的，躺平真香。可是云姐如今，既然重逢一世，自有天意。从今往后，轮到我来守护你。而之所以支取2000两白银，其实是为了一件事：用大玄关元打官印，调动王朝气运，查探西秀山，锁定火药位置。而使用王朝气运查探，消耗气运，有损耗就必须要补上，气运就必须造福百姓。有病吧？大半夜还击鼓，我告你谋杀！啊，大哥不认识我，我是来见蔡知县的，去帮我通报一下呗。哎呦，是老弟呀！好久不见，我这就去。老弟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叫啥？何方有你，胆敢窃据我侄儿肉身？你骗得了我侄女，骗得了一众家仆，却骗不了我蔡同辰。妖孽看剑！人呢？好你个妖邪，跑得还挺快。叔父，我还想偷袭？大人，那真是我家少爷呀！您仔细看看呀。带老夫看看，儒道明辨是非。魂魄没有异样，怎么可能？真是陈洛。这世界的一个仙人都这么猛大，眼睛都冒光了，他不会真的看出我不是陈洛吧？看他这架势，难道经常有人玩这出吗？来了，这就是仙侠世界吗？老夫蒙认了，仙池还真是你呀！来，先至进屋说法。这次平安归来，老夫真是有万幸法语，
要和贤侄讲啊。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总之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贤侄再次归来，不容易吧？啊，对，确实不容易。想必定有些奇遇吧？有，确实有些。那贤侄可否详细讲一讲呢？详细的讲一讲你这神奇的经历。我去，哪有人会问这种问题？也没什么正常人能重活一次。贤侄怎么还不回答？莫非你根本就没有那段记忆？叔父不必着急，我刚才只是在回忆，现在我就向你一一道来。之前小侄的魂魄离体，我仿佛进入了一片桃花林之中，在桃花林中有一位老者，鹤发童颜。他对我说：“你还未到来此地的时候，怎么此时就来了？”随后就要跟我喝酒。不知为何，每喝一口酒，我的头脑就清明了一分。直到一壶酒全部喝完，他说：“你该走了。”就这么一挥衣袖，我再睁开眼就醒了过来。是吗？既然是仙人，那他有何隐喻？别的不记得了，只是依稀记得老者酒醉时轻轻吟诵了几句诗。哦，念来听听。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六摘桃花卖酒钱。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。好一个桃花仙！果然真的是你啊，贤侄，这些老夫彻底放心了。叔父，您就这么简单就确定了？是啊，这么好的诗句，你就再死个7、8回，估计也写不出来呀。桃花坞里桃花庵。啊，好险！还好特意花了时间整理思绪。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好装。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好装。这个世界，佛门和道门与前世的佛教二道其实只是形似，很多东西完全独立，而儒门则完全跟前世近似。前世的儒门大佬，这个世界完全9成9相似的真实存在过。最恐怖的是，连唐诗宋词，这个世界都近乎99%相似的。不过还好，宋朝之后的诗词，这个世界没有，不然我这一手博火的明代诗，立刻就被发现了。啊，能装的机会不多了，但是我一定会好好把握住的。唐宋以后的诗词而已嘛，超棒的有很多的。差不多该说正事了。师父，我这次拜访是有要事找您。我已经查出杀害我的凶手了。啊，怎么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？哦，贤侄已经查出了谋害贤侄性命的凶手了，快说来听听。等等，杀了你的凶手？可我现在还活着，所以他到底是杀了还是没杀？呀，这可真是一桩千古奇案呀！被杀的人来报官，举报杀自己的人是杀人凶手。叔父，那要挟不除，他还会来杀我。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他之前杀没杀我。要挟？我们查出来是藏身在西秀山的一只腐妖，那家伙已经杀了几个猎户了，还杀了我。您要是不管，他可能就杀疯了，到时候直接冲进县城就直接乱杀。够了，读书之人怎可粗言秽语？所以草民恳请大人发动官印，笼罩西秀山，镇定狐妖所在，再派一班衙役随我去西秀山除妖。消耗气运查探可不是小事，你可确定他在西秀山？这里有2000两，我臣服感恩乡里，约为万安献一份力，还请大人收下。好，贤侄这除妖心切，老夫可不能阻拦。老李，这老家伙变脸也太快了。卑职在。调动气运虽是大事，但有金银修，狐妖又是大善，自然可行。这文书已经盖上官印，老李，你也陪同贤侄去一趟，
不发现虎妖，就地格杀。是，大人。驾！驾！驾！李师爷，话说这虎妖似乎境界不低呀。刚才叔父也说，最近家中收了些前朝古董，我师姐和师爷慧眼无双，改日请师爷帮忙品鉴一二。好说好说，那虎妖嘛，确实有几分本事。根据您的描述来看，已经是纯血境了。果然啊，萱姐对这些当差的拿捏的死死。纯血境，这所谓纯血境啊，其实是妖邪的一种境界。这种境界呢，其实是一种能力的体现。哦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呀。其实妖族修炼与我人族不同，而前三境分为净血、纯血、炼血。第一境为净血境，此境的妖族不断褪去体内的杂质血脉，修到后期化作人形，只是部分身体无法彻底掩去，譬如尾巴、耳朵、鼻子。而第二境就是纯血境，这个境界妖族可以觉醒天赋妖术，就像驱使恶鬼杀你的这只虎妖，那必然就是纯血境。至于这第三境嘛，家主李师爷，西秀山到了。那第三境是啥？这第三境叫做炼血境。此时的妖族随着血脉的进一步精纯，已经可以将妖术进一步提升，化作神通。每一种妖术化作神通，在妖族本体身上都会出现一道奇特的血纹。所以公子若是遇见身上拥有血纹的妖物，可千万要当心。那如果那妖物有几千种神通，岂不是满身密密麻麻全都是血纹？咸鱼啊，我真的很勤奋修炼神通啊。这不重要，也没有什么妖物能有几千种神通的。陈公子多虑了，咱们还是快快降妖吧。陈家主，在下再问一句，你可确定要探查这西秀山？当然，不然我花钱干嘛？2000两可是咱们1年的收入了。那您可想好了，使用气运查探，在3个月内可是不能使用第二次的。万一没找到，您被虎妖报复，我们可就帮不上忙了。啊，这么危险！少爷，要不咱们再想想？我笃定，就在这里。钟馗吃掉的小鬼记忆，不可能会骗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这是万安县的地图。查，那是西秀山的位置，变天了。这就是王朝气运吗？运如清水，清水之下，任何杂质都将一目了然。现，这是3名以月华洗炼自身，不带杀孽之妖，受大旋律庇护。看样子那虎妖是不在。看，又支了起来一根特别粗的。少爷，你能不能别说这么奇怪的话？好家伙，那东西赤中带黑，不只是沾染了我人族的命案，甚至还被天谴之力盯上了。他杀了不少人呢。这虎就是他。陈公子，你拿着，免得被误伤而死。我现在就去除妖。误伤而死？谁能想到我居然出卖到了一个会死于不明 AOE 的小兵身上？哦，那家伙居然冲着我们来了！血纹，觉醒过神通，他是炼血境。不必担忧，就算是炼血境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他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？浩然正气，那就是儒家的浩然正气呀，少爷。陆海长云血碧山，七城遥望赤霞天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突破金杖终不还。去！少爷，没想到
真是没想到，这个时代修行者全真的都是面试过的。我别说，真挺帅。不知道我多读几本书，是不是也能这么帅？师伯，我这19年来念了不少书吧？境界如何？这没关系，你大胆说。我逃过这劫后，其他都记得，偏偏读的书一点都不记得了。读得很差劲也不怕，我未来会努力的。您不是记不得了，是少爷您根骨不佳，天赋奇低，是万中无一的读书废柴呀，所以您脑子里本来就没有书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好强！风从虎，云从龙，这虎妖竟然将控风进化成了神通！谢小心！区小数而已。不，流马星跨白玉鞍，战马沙场月色寒。成都铁骨生油阵，匣中金刀血沸干。他明明只说了一个字，竟然仿佛听完了整首诗。这也是多数人的神通吗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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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的你！不大的胆子，还想弑人？你到底为何如此执着要杀了我？你害我妻子，我找你复仇，天经地义。你妻子若是不辱人师，谁又会去杀她？可他已有身孕，这你们1、2个人又如何？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。那我们宰了你的老婆，也是天经地义。如果不是李师爷实力强大，你现在恐怕把我连骨头都啃了。现在我们比你强大，所以你的妻子本来就该死。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。你，陈家主何必与他争论？开了灵智的妖物和野兽，怎么会是夫妻？何况这还是一头吃过对人族有功之人的孽妖。吃过有功之人的孽妖，那血宫中的黑色，便代表他加害过有功之人，恐怕是妖族派来的奸细。你是何方势力派来我大玄的？佛门、万妖国，还是蛮族？我大玄有令，孽妖必诛。孽妖必诛！万妖国10位圣君，至少有4位被人族天谴之力缠身。你大玄可敢破万妖，杀圣君，还不是以染性和亲之策，派遣宗室贵女嫁给万妖国诸王？胆敢！区虎妖，焉敢议我大玄国策？死了。这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。不过，这虎妖的魂魄有些古怪，或许某家可以探查一些信息。也许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钟馗，这是书灵。某家钟馗见过文友，此刻不便细说，我先行施展手段，再晚些，这虎妖魂魄就要消散了。请文友尽情施为。这陈家小子看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无能。去！主公，此妖魂魄乃是异魂，灵光尚算完整，只是需要劳烦主公自行查看。好，陈家主，你可不容有失，不然我可没法跟蔡大人交代啊。不用担心，我的书灵，我还是放心的。主公来了！少爷，少爷！无妨，主公正在查阅虎妖的记忆，稍后就能醒来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不是一只老虎。这家伙原来生来便有灵智，生有灵智，
可他如何得到修行机会的呢？阿跳好漂亮，我好喜欢她。居然喜欢他的妹妹。想不到一头野虎竟然天生觉醒了一半康筋血脉。小家伙，我叫风连城，是万妖国一虎一脉的少主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我想走，可我舍不得阿跳。你会回来找我的。不行，一定要忍住。他不是因为喜欢我，而是因为发情。这就是灵智的原因。就算妹妹发情了，也要克制住自己。啊，好像要出事了。灵智不会带来力量，却会带来痛苦。阿跳，不然他也忍不住。即使觉醒了灵智，还是会有兽性。你果然回来找我。我想要力量，我想要守护心爱之虎的力量。你会有力量的，毕竟你可是天才。他修炼得很快，1年净血，2年纯血，这才2年6个月，他已经达到了炼血层次，并且将天赋妖术控风化作了血纹神通。作为修炼天才，又是风连城的心腹手下，他成了一虎一脉中有数的俊才，无数虎族少女自荐枕席。但是他心里却还是记挂着那头野虎阿跳。开了灵智，就与野兽再无关联。野兽那是桌上肉，命如草芥；而妖物是和人蛮并立的天道生灵，不可混淆。野兽怎么了？我现在拥有的资源，有机会让阿跳开启灵智。这有个任务，去大玄为我们一虎一族取回一件异宝。哼，机会来了。这里距离西境山只有500里，我可以去见他。怎么是你？阿跳呢？他死了，被人类杀死了，甚至他身上的皮还被人类做成了地毯。阿跳，我要为你报仇！于是，这只虎妖开启了复仇计划。儿子，爸爸，看过来了，别发现我，老天爷求您保佑我们。都是你们人类的错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之后，猛虎驱使昌鬼杀死陈洛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武功，陈教主，少爷，杀得好！这次因为猛虎袭击，为我们陈家做事，有多少人受伤或者死亡？不关心佃户死活，今日怎么？我问你话，死伤多少人？禀告家主，周勇一家只剩一个残疾孤儿，其余村民也伤了12、13人。我知道了，所有伤残都减免地租。周勇的孩子，后面就由陈家出钱教育。您是认真的吗？物竞天择，既然如此，那活下来的为什么不能是我们人族？凭什么要受你们这些畜生的欺压？这陈家主倒是有几分豪气，可惜听蔡大人说，他看不见雅文，无法为我大玄尽一份力。李师爷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彻底知晓了。这恶虎是为夺我大玄异宝而来，现在我已经知道了那异宝的所在方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师爷，你刚才讲了妖怪的修行方式，刚才看你念诗对敌也很帅啊。
是儒家的修行方式吗？对，只要读通了一部儒门经典，体内能够诞生浩然正气，就算入门了。这便是第一境自见境。自见境的儒生，灵谋夜视，深不沉沉，邪祟辟易。那李师爷肯定不是第一境吧？那么帅的念师发波是第一境，那后面的境界就强得离谱啊！念师发波，这是我自创的形容诗句，就是说您很酷的意思。酷又是个什么意思啊？算吧，我确实不是第一境，我5年前已经进入了第3境成师境。难怪您刚才只念了1个字就能变出金刀。别羡慕，毕竟要写出一首天道认可的雅文诗词，才能突破成为成师境。写出一首天道认可的雅文诗句，那我这满脑子的元明清诗词不就派上用场了吗？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抄呢？少爷快看，那有处山洞。就是那，跟上。乌漆麻黑，评书点火把。是。不必了。日出雾露雨，青松如高木。巧了，实用，人形大灯。人形大灯，这个臭小子怪词越来越多了。哎呀！啊！别慌，是周勇的遗物。看这个，那就是我从狐妖脑子里看见的异宝。这里面会是什么？陈家主离远一点，我来看看，恐怕是陷阱。这会是什么呢？这是不朽文心。不朽文心，啥东西？不朽文心，这可是至宝不朽文心啊！只要有了它，我也能成为大儒，我也能扬名立万。怎么回事？李师爷的样子好像要黑化了。李师爷，醒醒！多谢陈家主，刚才我差点犯下大错。这不朽文心事关重大，此事我要尽快通知大人。我现在就送您先回去。送我先回去？马车在山下吧，喂！老夫自然有办法。再冲！进山2小时，回来5分钟。不朽文心是啥也不说，就直接把我丢回来了。不朽文心，我倒是听老爷生前说起过，那东西跟儒家顶级大儒有关。只有接近圣人的大儒才有可能留下不朽文心，而且想要留下文心，必须要立言、立功、立德3道上有所建树才行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刚才岂不是错过了大机缘？那倒没有，老爷生前说，不朽文心存留于世是要择主的，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它的。立言、立功、立德，老爷说这才叫3不朽。完成这3项之一而成就的不朽文心，可是承载了一名大儒的毕生所求。所以要想使用文心，那可必须得与那不朽文心所求之道相同才行。你这副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凝聚的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问题是，少爷还有什么问题？话说，我有几个贴身丫鬟啊，就是那种给我更衣、喂饭、洗澡的那种。少爷，您有过吗？我们这封建社会的大户人家，不应该生活的稍微奢靡一点点吗？少爷，如果你想奢靡一点，不如去跟小姐申请申请，顺便也把老奴和马妹妹也……走开啊你！爱情要靠自己去争取啊！大人，不朽文心乃是大儒一生心血所凝，竟然有人将之交易给妖族，此事必须上报给朝廷。这是自然，但很奇怪。什么很奇怪？各大学宫和世家供奉的不朽文心都是有数的，稍有动静就会被发现。
这虎妖得到文心，又在陈府作案，至今已经过去了1个月有余。该发现的话，早就发现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恐怕我大玄又有一位大儒陨落了。天叔，我去给姐汇报一下，你先回去睡吧。是，少爷。小姐已经沐浴更衣了，少爷请跟我来。沐浴更衣？小洛，你没事吧？蔡叔叔怎么说？虽然知道这具身体是他弟弟，但我这灵魂可是外人啊。少爷，你怎么一直盯着小姐看？是小姐瞎了，你就不认识了吗？小环，不要打岔。小洛，事情到底办的……小希，事情我已经办妥了，姐，没事了。那只虎妖也已经被除掉了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我那什么，我先去。你早点休息。他还是跟我有隔阂。98、99、100。我去，血气方刚的身体是真的烦。姐姐为什么能美到这种程度啊？做俯卧撑不管用啊，得看见其他的东西，冷静冷静。这小子血气方刚，应该会收藏一些怪书的吧？名字看着就带劲儿。这书架里居然有这么多经典古籍陈列，这世界是靠读书修行。现在我替代了原主，那会不会我其实可以阅读这个世界能够修行的雅文呢？试试看。脑子里的记忆告诉我，只有觉醒通读天赋的人才可以看见雅文。也许我真的，这妹可能也说不定。这怎么还会动啊？原来我的天赋比原著还差呀！不，醒醒！原来只要我睡着就能来这里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某家正是从这花丛中孕育而出，自然在这儿。那你是在这修行，就不能透露点你的修行法诀？我现在没有办法修炼，必须抓紧每一个机会，不然那虎妖的那个主人来复仇，我就麻烦大了。某家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修炼，更别提传授主公了。不过有关于这片花林的事情，我倒是可以给主公说上一二。哦，那这花海能让我修行吗？某家不知，不过这浩瀚花林若文分九流，某家只是下3流之文。也许这花丛中有典籍能够助主公修行，请主公移步听我细说。这书海花林与主公魂魄相连，譬如之前主公为忏悔所苦，便将我召唤了出来。而这花林中的书有浅显精深之分，所以书灵也有强弱之别。那我怎么搞得到强一点的书？这个主公需要自己修炼到相应层次，才能承担一些书籍在现实世界的显化之力。懂了，说来说去，还是得看我自己，得想想办法，整点修炼的东西。既然儒家不行，不如佛与道，我有没有希望？在某家的先天传承中，这书海花林中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3个显化等级。3个？第1等级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、人间百态、世间万象。哦，这个就是第5奇幻故事呗。第2等级飞天遁地、魑魅魍魉。在这个等级的书籍中，人间仙人灵凡，亦有妖魔鬼怪，到颇似此方世界。哦，那就是线下文了呗。第3等级逍遥3界、神佛仙并立。
隐隐间已在此方世界之上。书中有道祖端坐33重天，有小妖仙上天入地，有佛祖佛光普照万界，授予天齐，万劫不灭。懂了，洪荒文，秒天秒地秒宇宙。懂了，洪荒文，秒天秒地秒宇宙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这3个等级的命令也太复杂了，换个名字，就叫他们分别为红尘境、仙侠境、逍遥境吧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地震了吗？那是……什么？我误了啥？这又是啥？老钟，那写字的是谁啊？此乃秘境之灵，我等天外之书能存于主公石府内，显化于天地，都有赖此秘境之灵的护佑。哦，原来是系统啊！这么快就分好了？这是什么？蝴蝶？恭喜主公，红城境里的典籍也分9流，这正是上3流书籍主动投奔主公了。红尘境的上3流，开局赠送 SSR。红尘境 SSR， 如果送的是仙侠境 SSR， 我恐怕直接起飞了。不过做人嘛，不能太贪心。让我看看，会是什么呢？这是……哇，起飞了呀！小江湖，小江湖，会是什么书灵呢？不会是那个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吧？吸星大法，呀！沉默。小花，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里啊？小姐担心少爷，所以让我在这里伺候。少爷需要我为您找个大夫来看看吗？找大夫干嘛？你少爷我如此康健，哪里需要看医生了？拿起这个家伙呀！我跟你拼了！没想到你区区一个丫鬟，还蛮有力气的嘛。没想到你区区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，还蛮有力气的嘛。对了，你怎么在我这儿？你不该陪着我姐吗？小姐一大早和平叔就去城外了。城外的佃户因为那妖邪惶恐不安，小姐得去安稳人心才行。那小姐她不是眼睛出了问题吗？这种事情怎么不喊我？小姐说戴个围帽遮掩一下，大家就看不出她眼睛有问题。而且平叔说少爷去没有用。废物原主，你丢的脸，以后我必须全给你装回来。小环，你去给我打盆水，放门口就行。午饭你也放在门口，叫我一声就行。啊？你不用打水。哎，喂，你都不听我解释啊！小姐说少爷变了，这不还是原来的书呆子吗？行吧，无所谓，我陈洛马上就会惊爆你们的眼球。我去，这100万字，用毛笔硬生生写出来，也太难了吧！手已经没有知觉了，真好，像个机械一样自己在动呢。大人，还有多久啊？啊，来了！诸凡造盖，这可不是凡物，而是以大玄气运发动的官术。气运查探是7品官术，而诸凡造盖则是3品官术。学生同尘，见过恩师。莫学后进李如燕，见过魏大学士。都免礼吧，把那颗文心给我看看。
把那颗文心给我看看。文心在此。正气中有精异因素，是一颗立炎文心。恩师可知是哪一位前辈？进去再说。恩师啊，其他人都已经平退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文昌阁查点了所有在册大儒的踪迹，又用气运探查了整个大玄朝1026颗不朽文心，发现并无异样。很显然，这颗文心属于一位隐士大儒。既然是无主文心，那这颗文心的去向是？文昌阁有3方意见：其一，带回文昌阁镇压大玄文运；其二，入大玄宝库赏赐有功之臣；其三，以荆轲科考为凭，奖励文风最盛的书院。文相的意思是？依照古礼，文心无主，便让文心自行择主。这可是立言不朽的大儒文心，承载了大儒一生的道，这朝廷能同意？古礼就是如此。3日后就在你们万安县举办文心择主礼，在此期间，万安县政暂时由我掌控。是啊，师父这是担心我压不住择主礼的场面，所以才不惜千里亲自赶来。我不行了，这才写了1/3，我感觉自己的手已经可以截肢了。可怜的手啊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七彩色的气是啥呀？这个世界上严格意义上的气只有3种，青色之气是儒门的浩然正气，紫气是道门的先天元气，金色之气是佛门的轮回真意。所以这玩意儿是啥？不好了，外面有个人死在我们家门口。好好说话，怎么回事？有个乞丐死在我们门口，肯定是来骗钱的，怎么办呀？我们陈府要被抄家了。越说越离谱，我亲自去看看。是个苦命人，也许还没有断气。少爷，咱们报官吧。你这刚清醒的身子，万一他的鬼魂又冲撞你了怎么办？万一你被冲撞了，家里可就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害怕呀！没有呼吸，这小子死透了。高端的食材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灌汤小笼包的皮是薄薄的，甚至都透亮了。让嘴咬一口，里面鲜美的汁水流入口中，咬那进了汁水的肉团，不肥不腻，入口爽滑。哼，梁山小猪肉是带皮烤制，猪皮细嫩厚实，是小猪肉的精华。烤到颜色金黄时是最好的火候。大块的瘦肉，再配上辣椒、黄豆、芝麻磨成的蘸料，别提多香了。哼，这人看来是真的死透了。进去抱点柴火，出来把他火化。再剩2段。小环，快去拿碗粥来。有点凉，别嫌弃。我跟我家丫鬟都挺懒的。才不懒啊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小施主不必费心，他吃不进任何食物，贫僧对他下了闭口禅，10日内他不得进粒米水。你这和尚是要杀人吗？10日不吃不喝要出人命的，你就不怕官府抓你？这位施主从贫僧这借贷了白银300两，与贫僧有赌约，10日内不吃1厘米，不喝1滴水。如果做到，这债就一笔勾销。若是我做不到，就得认他为师，跟他去西方佛院。你穿的这么破烂，连剑都是把断的，你借的银子呢？给别人了。哦，借钱然后给别人，你脑子还好吗？千松县有一对兄弟，哥哥为大户人家养马，弟弟贪玩上马玩耍，马突然受惊。不好！
别杀我弟弟！没事了，哥在啊。杀我娘妈赔不出300两，就押你们去见官。300两，老爷，我们没有这么多钱，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才……那跟我没关系，我只要钱，交不出300两，就等着在公堂上被板子打死吧。哼！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这300两我来想办法。是弟弟想出了一个卖身的方法，可他那样的孩子，300两可以买上20个。有开赌坊的人就告诉弟弟：“小兄弟，人分开卖要比囫囵卖更值钱。多一根手指10两，刺自己一刀20两，一只耳朵30两，一只眼睛80两。考虑考虑，你真的没有骗我吗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小兄弟？当那哥哥找到我去帮忙的时候，那弟弟已经没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。当时我怒极，没有顾及轻重，直接将那开赌之人打死了。这种地下赌坊被摧毁了，官府也不会追究。你怎么把他打死了？他还没给钱呢！施主需要贫僧的帮助吗？我这里正好有300两。我把我跟着脱离借的300两，还有之前的都给他们了，没钱还他，所以跟他做了赌约。小施主如此心善，果然是与我佛家有缘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从了他？如此有善心，怎么不跟他去做了和尚？我求的不是无为来世，而是奋起今生。我习儒家，求的是古人那4句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不是为了什么劳师子佛家。说得高明，可惜没几个人能真正坦然面对生死。你距离我的10日赌约可还有2日。300两，我替他还。我给你1000两，你现在就解开法术。贫僧不要钱财，只要弟子，或者他挺过10日，贫僧绝不为难。他已经要死了。施主，现在你只要点下头，贫僧立刻解开法术，如何？那你就用命来抵债吧。少爷，咱们怎么办？难道现在就看着他这样死掉吗？你小子运气好，我现在决定救你。坚持住，我马上回来。哼，大户人家，如果不是你们这种人，那对兄弟怎么会逼到那种地步？你怎么可能会回来？看样子他们不会回来了。小子，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回来了。少爷，这些东西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准备的，可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这家伙不一样。这烫过的鹅毛管、鹅肠，还有用烈酒泡过猪尿泡，还有这100分水1分盐的盐水，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时代，我最多给你弄点生理盐水。虽然你可能听不懂，虽然可能杂质很多，但这也许能救你的命。因为你们的体质比家乡人强很多，但我不敢肯定，也许这会害了你。你敢试试吗？我这管子有点粗，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种古怪的方式没想救人，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罢了。只要他死了，本座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死于本座避讳禅之下，死后魂魄将化作我座下之鬼。将来我立佛国，必然是我轮回护法。你怎样？
感觉好点了，还是难受。我感觉好像没那么饿了，你这法子有效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老和尚，多谢你借我的300两，但我现在可能要赢下跟你的赌约了。那小子的生机确实在复苏，这样下去，本座的计划就被破坏了。本座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司马作弊，人僧不认。此次邪门雷音，镇魂摄魄，尽可累得别想动弹。本座走话。身体僵硬，难道就要这样眼睁睁看着？大玄关术，化气为牢。西域佛门想在我大玄为所欲为。是蔡县长。县长不是县令吗？县令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大玄朝就是如此对待信义之约吗？贫僧跟那少年可是有约在先，信义之约自然受我大玄律保护。不过大玄律明文规定，凡信义之约需有官府验证盖章才可奏效。你那场赌约是本官哪位同仁为你验证，又是哪家官府为你盖章的？如若没有，你对我大玄子民下诛施法，可是死罪。是贫僧对大玄律研习不深，险些造成大错。贫僧这就返回西域佛国，还请大人通融。是那东西，解了法术，就此离去吧。身上咒法已经散去，贫僧告辞。二位施主，待贫僧罗汉境之时，自会再会。得，这个冤家算是结下。对了，现在你要继续数这个，还是喝粥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吃灌汤小笼包、凉山小猪肉。多谢叔父解围。贤侄，此法你是从何处习得？就是那个桃花仙人处。他说，人可多日无食，但不可多日无水。若无水而倒，可用此法救急。只是人世间水都不净，盐都不纯，故而只能做应急而已。真高人也，恨不得也与桃花仙把酒言欢。叔父可是有公务在身，要不要进府喝杯茶？赶紧转移话题，他再追问我就完蛋了。哦，对，我就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啊，找我？速速整理仪表，随我去面见家师。快去收拾一番，不可轻慢。家师是大儒。大儒要见我？如今这个时代，儒门无圣人，道门无天尊，佛门无佛陀，故而大儒便是这个世界最顶尖的那一撮人。这种级别的人物，在这时候见我，是为何？难道我重生的事情暴露了？跟我进去。哦，是死是活，都是这一把。不管了，现在我也没得选择了。老师，陈洛带到了。你就是陈洛？回先生话，我就是陈洛。从我醒转过来，我便是陈洛。陈洛即是我。我心中无愧，不必惧也。可惜呀，不是我儒家子弟。晚辈天资努钝，没有通读天赋，生不出浩然正气。我去，吓死！还以为我要凉了。无法，浩然正气不过是修行之道，做学问用不着。不过不知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老夫听闻你有一只可以识鬼探魂的书灵，不知可否一见呢？是。钟馗，某家在。身为鬼躯，又归灵属，身上还有天道之力，妙啊！他能识鬼？对，怎么了？等我片刻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啊。来，吃给我看看。某家真的可以吃吗？主公，吃吧。好。好，
真好啊！这好，一般般的普通能力罢了。这小子居然说这般神奇的能力是一般般的普通能力，看来他完全不知道这种能力有多宝贵。跟司机不宜说话，去我的车里说。车里，我跟随师傅多年，都没有进过他老人家的车。文柱，你要做什么？难道这大叔要抢夺钟馗？小友有大善，恳求小友赐我原文，拯救大玄苍生。拯救大玄苍生？你确定？我只不过是个19岁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而已。大玄有3岁，蛮货、鬼货、妖货。鬼货纠缠我大玄不死不灭，众多的王朝气运被他消耗。而小友你，正是上天派来拯救我大玄苍生的天选之子啊！等等，您的意思不会是让我的钟馗去把这么广大的王朝的鬼物吃完吧？我估计他得直接撑死。小友说笑了，你这钟馗乃是书灵，只要你将你所著的《钟馗略传》传遍天下，天下人人诵读，自可防身辟鬼。就是不知道小友你愿不愿意将那珍贵的《钟馗略传》全篇诵出？我有好处吗？当然有，我立刻禀明圣上，为你请赏。而且，曾经有大功劳之人被气运灌体，长寿2个甲子，一生富贵，娇气美妾堪比后宫啊！而且据说100岁高龄还能入洞房哟！这拯救天下之事，我必须得做。好嘞，我这就给小友磨磨。本师从未请我入车，从未替我磨墨，也从未向我行礼。这文章仅200余字，我称之为《钟馗略传》，的确只有200余字。像这样的文章，我还有一片花海，没想到吧？情义道理，我微言大义，通篇白描讲述钟馗一生，却又诡谲传奇。老夫从未见过如此文章啊！妙啊，妙啊！对了，老夫有一个疑问，你这文章之中提到了唐是何朝代？还有这画上吴道子究竟是什么人？仅凭一幅画就可以驱鬼降魔？这个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虚构？雅文承载的是天道真意，这虚构之事也能成文？糟了，这家伙非要问个通透。如果不能说服他的话，恐怕要引出不少麻烦。还请小友务必告知一二，此文当真是你虚构而成吗？再不想点办法，这家伙好像要发难了。这家伙真不是东西啊，骗了我的文章就想搞我。文友，此文确实是说的虚构之事，但是是为虚构，却承载人心所向，天道为何不学？好，好，好，是老夫愚钝了。此文我会尽快送达朝堂，朝廷也自会有封赏下达。我先代大宣百姓谢过小友了。前辈别急，有一件事我想麻烦前辈一趟。这人可是大儒，地位超然，想必我姐姐这点眼疾，他轻轻松松就能治好，所以我才会如此配合的教授《钟馗略传》。我根本不稀罕朝廷的奖赏。若是正常的天门13针，只要服用补精养气的灵物便可以恢复。但是陈姑娘练的恐怕不是完整的天门13针吧？此法是从一位乞婆手中得到，那婆婆交代过，这针法并不完整。不完整又怎样？难道没得治？当然有的治，但是只有满骨丹能治。满骨丹？啊？什么丹？蛮货就是蛮人，乃是我大玄最大的祸患，而满骨丹则是蛮人的至宝。
每个5万人的部落也仅仅只有1颗，所用的材料也是蛮不圣树新枝，极难寻觅。小洛，听姐姐的话，咱们不治了。我敬奉对尊的功勋，可以换来1颗吗？我大巡已经40年未出过正气长城，国库中也没有蛮古丹。不过京城中有一座万宝楼，手段通天，每年都会有1颗蛮古丹拍卖。但上一次拍卖，据说那颗蛮古丹是被人用2件大儒文宝换走。您是大儒吧？那我2件文宝可以吗？我可以出1万两。1万两？哼！1件大儒文宝足够买下10座万安县。我去！听姐的，咱不治了，乖。姐姐要走了，以后你一个人也要照顾好自己，乖。此果乃是文昌阁中千年杏树所结，每年不过100枚，被浩然正气环绕，福之耳聪目明。送你了，虽然不能治好，但多少有点用。多谢前辈。区区一颗果子罢了，哪有人间亲情重要？磨磨蹭蹭，拿去，别让我那徒弟小蔡知道了。他跟随我20年，我都没给他1颗。3日后文心择主，你是那颗文心的发现者，记得前来观礼。谢谢，我一定会到的。姐，快吃吧，这东西可是大儒给的，多少有点效果。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吃，这果子被浩然正气浸染，你若是吃了，兴许就能读通经典了呢。反正我都是瞎的。大儒也说了，不能根治，就不要浪费在我身上了。上一次这样留好吃的给我的人，还是我奶奶。你若不吃，我就给小环吃。啊！哎，快吃啊！别说一个杏子，以后我一定给你弄到蛮古丹。我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，万一那颗不朽文心选择了我呢？那好吧。啊，这意思是上我位？还有这种好事？叫的那个小子疯了！你在干嘛？那小子怎么疯了？快带我去看看。小洛问我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有种奇怪的感觉？归妹区无望，无望区同人，同人区大有。甲转丙，丙转庚，庚转癸。少爷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足足1个时辰了，看上去明显脑子有问题了，念的都不像人话了。这小子念的是《笑傲江湖》中独孤9剑的总纲，他手里拿的是我的手稿纸，破剑士。破剑士，居然真的是破剑士！这小子在学《笑傲江湖》里的武学。恩公恕罪啊！无妨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随手拿了几页恩公手稿，没有得到恩公允许，还请恩公责罚。又来了，你叫击中对吧？看你的架势有些底蕴，是儒门弟子吗？对，在下击中，今年17，乃是儒家门徒，目前是儒士第3重，成师境。啊，17岁就是成师境，跟李师爷一个水平。我去，居然捡了个小天才！恩公，我原本是要去中京折柳书院求学，但我现在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如果恩公不嫌弃，冀中愿随侍恩公1年，以酬救命之恩。我愿在恩公身边做个护卫书童，为您研墨习笔。好好的学你不去上，来给我当书童，你有什么目的？你直说吧。不瞒恩公，就是恩公写的这些文章，知道下面的文稿在何处，冀中已沉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这臭小子，哪里是想当书童，分明是想白嫖我的小说呀！你们下面啊，下面没了啊，下面没有了。祖宗用云中锦书之法发送青鸟司，我要文昌阁在今日就看到这篇文章。恩师啊，为何要重新誊抄一遍？
难道是洛儿的书法不堪入目？此乃原作之文，老夫欲自有珍藏啊！嘿嘿嘿嘿。原作当然不一样，这东西可是好宝贝啊！啊！小徒前几日也写了几篇文章，甚是满意，恩师可有意收藏？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焦虑归焦虑，陛下还是得吃点东西，不然饿垮了身子，就没办法再焦虑了。司徒，你还是这样贫嘴，是故意来笑话朕？嗨，不就是区区一颗不朽文心，让他们去抢吧。你是皇帝，别在意那些小事。不朽文心，那可不是普通宝物。大玄历朝800年，一共凝聚出的文心也不过86颗。这86颗文心，真正属于朝廷的也不过10指之数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一颗无主的，那咱俩去给他抢回来。开个玩笑，不过既然都是落入我大玄学子手里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怎么老爱钻牛角尖？嘿嘿嘿，不小心下手重了，主要还是你身子太虚了。哎，梓潼啊，就给你看看朕忧心的原因吧。这就是我们大玄目前的气运：9鼎盛世，8鼎皇朝，7鼎强国。然而现在只有6鼎半。正是如此，当年灵皇在位，气运一出9鼎，妖蛮不敢称王，万族来朝。到了朕这一代，就只剩下这6鼎半了。陛下登基之时，国运只剩4鼎，你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带着大玄从4鼎飘摇，升入6鼎太平。在臣妾眼中，陛下不比灵皇先帝差。可朕要是没了，就咱那儿子能行吗？嘿，天天说丧气话，下次再乱说，我现在就让你驾崩！知道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个暴脾气。要是王朝气运再多一点就好了。陛下，文相求见，有僧长王朝气运之法线上。带朕去见文相。喂，你倒是把鞋穿上啊！陛下，老臣句句属实。那晚安县陈洛写就的这篇真义文章，诵读能力有力小鬼不敢近身。那晚安县陈洛写就的这篇真义文章，诵读能力有力小鬼不敢近身。我朝气运，2分是消耗在忽悠百姓不受鬼惑之苦上。此文传遍天下，人人诵读，岂不是为王朝省下了2分气运？可是文相，大玄此名通晓雅文者不过1000万人，我朝上有1万百姓，可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也能领悟此法？那便是由画中圣手将钟馗使鬼的场景移入画中，以避鬼邪。老臣有一个好友，请他也效仿这文中吴道子，绘制一幅钟馗使鬼图。若真有奇效，再通天下。好，好，好。至于那陈洛，这是他的家谱，请陛下过目。这陈洛，祖父曾随先帝南征，其父陈不弃曾是进士。6年前蛮族小王袭边，陈不弃救援子桑城，捐躯赴难，最忠良之后啊！要重赏！遗旨：陈洛寻文心有功在前，舒其文护国在后，赐万安帛。陛下，这万安帛可是要将万安县作为十封封地。不急，能写出这样的奇文，想必也是大才。在下旨，命工部营造拣选京城繁华之地，以伯爵制建造万安帛府邸。你钱多啊，又造府邸？我看那气象府就很好。小洛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来，快叫姐夫。我不同意呀！公子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小环呢？从今天开始，
我负责公子的起居，小环就去照顾小姐了。另外，公子是先吃早饭还是先去写《笑傲江湖》呢？先去洗脸，今天我要逛逛大街。还好早上那个是梦。少爷啊，你就写一点吧。哦哟，真不错，看第一手真心真不错。谁让我这么充分？还差1/3就写完《笑傲江湖》了，距离凝聚这本奇书的书灵就差最后一点。要一鼓作气，可是算了，万一书灵凝聚了，我手没了，后面又出奇书，我不是亏死了？先去逛逛街吧。来这个世界这么久，还没有认真看看这个世界呢。走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啊，好的，少爷。早上剩下的大包子哟，卖包子喽！万安臭豆腐，奇臭不香，万安一绝哟！叫卖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万安县人民过得真惨啊！目标出现。对了，我之前问过一些儒门修行，分为自荐境、落笔境、成师境，再往上还有吗？啊？是谁误导您的？这确实是儒门修行之路，但真实修行境界分为儒者境、夫子境、大儒境、圣人。哦，原来我那个是错的。虽说不对，但也不错。您说的3个境界，其实都属于儒者境。大约就类似下中上的关系。突破了成师境，便是夫子境。夫子境里再有3个阶段。明白了，也就是4个大段位，每个大段位里有3个小段位。大段位、小段位，公子的理解真是清新脱俗哦。原来修行就跟唐四那样，反正天天练级，到100级直接成仙。好击必杀！高僧出众目，伴我降天涯。玉，什么东西啊？公子小心，这是妖物。沉落，必死！沉落，必死！金身暖不惊寒，西皇羽道化难。最请盘风尾台阶，乘龙坐锦云看风。少爷，我血回神通，少爷，好，这是大人神通。妖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行刺我大玄英才！我是哪族派你来的？林七，小军，小子，你可认识那匹马妖？不认识啊，但是想杀我的人应该只有2个。哪2个？其一是那火药背后的异味因素，其二是拿出文心和火药交易的神秘势力。无论哪一方都是想要文心，但今天行刺不是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吗？因为他们不是冲你而来，而是视他万安县虚实而来。恐怕他们从一开始就想着把文心硬抢回去。前辈，您这没事吗？没事，只需一些时日便可痊愈。但文心择主之日，恐怕老夫无法恢复全盛状态了。连大儒都能伤到，这些家伙到底是有多强？我再这样弱鸡下去，季中都不一定能保得了我。前辈，我突然想起有要事，告辞。好，你小心。公子，我们有什么要事啊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尽快强大起来才行。写完《笑傲江湖》，姑娘，马三已死，那陈洛身边有儒家门徒守护，属下没有成功。计划之内，嬷嬷可查探出文昌阁派出了几位大儒？魏延出手之时，老身感应到城东还有一位大儒的气息，隐而不发。又是一明一暗的伎俩吗？意料之中。那一虎一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师尊是不会轻饶他们。
但我打算把那颗夺回来的文心当做给师尊贺寿的礼物，好好准备。还差最后一点，公子，坚持啊！舒畅，来吧，书灵。是谁？岳群、左冷禅，还是东方不败？公子，书灵出现了，快出来吧！鬼子。这玩意儿是我的树灵啊！笑傲江湖的树灵居然就是一只猫！界的书里有你这么个东西啊！而且我想要的是提升战斗力的书灵，你这……小飞，快使用10万伏特！10万伏特！主人，我不会您所说的10万伏特。我说话，甜甜的女孩子声音是这只猫。但我可厉害了！这原来如此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季兄弟，陪我过2招，如何？公子，你确定？完全没有硬实力的公子是想挨顿毒打啊？好奇怪的癖好。看不起我？如果你赢了我，下一本书先给你看。还有下一本？你只想打公子一顿吧？只要公子需要每天多打你一顿也是可以的。笑傲江湖中有一门武功，无人练成，但是却比独孤九剑和葵花宝典更厉害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哪有这样的武功？即便你是作者，也不能胡说。我也不欺负公子，只用1成实力。我准备好了，1成实力，那你可就轻敌了。大玄满云刀，玉江轻骑逐，蛮王夜遁逃，黑焰飞高。大玄满云刀，玉江轻骑逐，蛮王夜遁逃，黑焰飞高。俺穿了。这样的攻击怎么可能碰到我？公子，你是赢不了我的。怎么回事？用公子的速度，根本不可能。重新介绍一下我的书灵，他的名字叫做岱宗如何。岱宗如何？书灵竟然是这一招式所化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好晕。岱宗如何，泰山派最高深的剑法，左手算术，右手见招，计算出所有一切可能性，一经算准，挺剑击出，无不中地。难怪公子心神受累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也就是说，我得到了一个需要吟唱时间、发动时扣血，但是无视防御的必中技能。没错的，喵。可发动1次，耗费的心神就会让我直接昏迷。那这玩意儿只能做压箱底的必杀技啊！因为你的魂魄太弱了，才会如此的妖呀。算了，得了个因果律武技也不错。不知道红尘镜往上会给些什么东西呢？要是进了星霞境，岂不是驱神移山，转心手到擒来？可是您要将红尘镜修满，才可进入下一境界哟。那怎样才能修满？我现在就想修满。我只是一只小猫咪，怎么会知道这个呢？想要修满红尘镜的话，只要好好积攒红尘气就可以了。主人每写一本红尘镜的书籍，都会产生一缕红尘气。点完一本，产生的书灵也会带来大量红尘气的。红尘气？是说这个？没错。可这玩意儿要怎么修行啊？我又没有功法。您要找到一条属于您自己的道。只要主人你找到了正确的道，就是开道之祖，一脉圣人。圣人？只要疏通一个道，我就能成为圣人了。您在说些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是独孤九剑。有人读了您的书，领悟了独孤九剑。
别人也能有我的外挂。我问你话呢，怎么？主人，秘境之力让我转告你，不必担心，你的道走的人越多，你只会越强大。只要找到那条道，这片秘境将真正成为你的助力。去找吧。走。原来领悟独孤九剑的是你小子。公子，你醒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了，你领悟了独孤九剑。您怎么知道？我能写出此书，我有何不知啊？啊，说的也是啊。我看你在演练，既然你领悟了此种武学，那你能够施展吗？小时候的梦想就要在今天实现了吗？谁不想要独孤九剑？我解释。公子这招式好像不能运转儒门的浩然正气，只有其形，所以我使不出来啊。难怪他要让我去找道。如果光有招式却无根基功法，练了也是白练。现在的麻烦还是在于去哪儿找这条道。少爷，师爷请您去参加文心泽主大礼。儒道至宝，说不定我的道能从他身上找到些线索呢。多谢邀约，请带路。不敢当，请随我来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他会不会走我为主呢？少爷总算有点出息了，小姐以后也能多休息休息了。希望少爷不要在众人面前出丑吧。真正有资格参加的万安县儒者一共是836名，所以实际上文心择主的概率并不大。大雪压轻松，轻松挺且直，真好啊！好，无论日后如何，是争权夺利也好，是腐坏堕落也罢，在生成第一缕浩然正气之时，我儒门子弟都是最具风骨之人。来了。儒门有问，何曰读书人？为天地立地，为生民立量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今有先师大儒化一生之道，凝聚不朽立言文心。如有人能继承他的道，则大儒可期。唯愿诸生不负心中之道，文心则主，起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文心禅道，学子写下自己心中的追求，其中最契合文心的文章就会被选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根本不是儒门弟子。既然文心邀约，公子还是写一写吧。心中的追求，写点啥啊？刚才最终的都已经被这群学子给念完了。不过，我既然想开道了，也许写那句话也行。这就是我目前的追求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！令下无悲，那小子写了什么？竟然足以承载一条文道！公子厉害啊！快继续写下去。你写的这个有机会凝聚不朽文心啊！什么狗文心，竟然连一个字都不让本姑娘写上去！姑娘，老实说吧，你不是万安县的人，骗不过文心的。那人说话怎么 gay 里 gay 气的？明明是个男的，居然还让这冒出来的老婆子叫他姑娘。那小子是谁？一会儿走时让他变成痴呆。嬷嬷，动手！是。什么东西？老夫等你们多时了，来都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是何人，就不劳为大儒费心了。珠子，我才别扯他！等等，这颗文心本就是我们的，今日物归原主。保护文心，你不能让文心落入妖人之手。俺没资格阻碍姑娘。真后悔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在白送？我也要去啊！你也要送？梦约成人，梦约举义，
与其一计，罪人质。再不恶一计，那不如跟我一起干票大的。大如神通，一笔勾销。不过是些瞌睡虫罢了，何必动怒？好深苦，镇玄寺的情报果然没错，你们居然没有死绝。今日绝不能让你们离开。看看你自己的手掌。灵机死光里，我们也下了苦哟。你现在立即运转浩然正气，1个时辰后自然可以将蛊虫逼出。若是想拦我们，可就神仙难救了。但是那个臭小子必须得……啊，去哪儿了？姑娘，别找了，我们得速速离开。二位，还是留下来吧。居然是你，半脸大儒苏连城！大如神通，家国天下。既然知道是我，那你们就束手就擒吧。大儒的家国天下之术也有漏洞。嬷嬷，你准备施展千里虫洞，我来拦住他。是。千里虫洞是我独秘术，可以穿越任何地障，但施法时间很长。小姐能拖住那家伙吗？毕竟他可是人族大佬中前10的强者啊！小姐能拖住那家伙吗？毕竟他可是人族大佬中前10的强者啊！苏大儒，我们主仆2人此次只为夺回文心，可是一人也没有伤过，为何要跟我们过不去呢？文心乃我人族儒圣才能凝结的至宝，我来夺回一说。而且被你们谋害的儒圣是谁，都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被你们谋害的儒圣是谁，你们都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好啊，那就看您这人族前10的大儒强者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你们的想法我已经看破了，都留下来吧。秦皇武术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啊！灵皇武术，人族天皇秘宝，他手里怎么会有？天皇有令，左大儒苏连城。叔叔，我来助你破法。为兄忘记，封印我术悉可破，武术也并不是真的，只是仿制品。不愧是苏连城，竟然用灵皇武术压制，都让我如此吃力。这样下去，我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没有多久，你姑娘坚持住，还要时息。不行，这武术坚持不住了。确定他看不见我们？这手势我不常用，但也算是我的绝活，要相信我。那行，你去吸引他的注意，我去搞定他。好，行，玉江轻骑竹，大雪满弓刀，月黑雁飞高，王爷遁逃，不思量力。区区长视镜也来找死！就是现在，大宋如何？怎么回事？躲避不开！撑住，撑住，陈洛！毫无境界的渣子，凭你也想伤我？我一拳！没想到吧，戴宗如何能用剑使出来，也能让拳头在刺出剑的瞬间，我已经算好拳头的攻势了。小贼，你找死！文心，文心被那小子给融合了。姑娘，好了，既然你融了文心，那就算把你榨成人干，也得把文心掏出来。放下大玄弟子，剑本命精血附着。大儒附着本命精血的一剑，小女子确实挡不下来。不过，就会用契合了文心的大贤子弟做盾牌了。两位大儒，我们还会再见。休走！
混账！混账！公公，我们不是应该直奔侯爷家中吗？即使是封侯，也要知会当地官府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哎，那不是魏大人和苏大人吗？怎么灰头土脸的？公公，你为何在此？不是应该陪在圣上身边吗？咱家奉圣旨来恭喜陈洛，圣上封他为万安伯，进京领赏。对了，陈洛呢？陈洛丢了。啊？这是哪儿？那是什么？这里不是梦境花林，按理说我昏迷了，应该去那里才对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有东西在阻拦我去开那扇门。天道雅坟。后来人，便是你继承了老夫的道吗？这人影，难道就是这里的主人？他说的道是儒家的道。晚辈陈洛，您这个道吧，我可能……晚辈陈洛，您这个道吧，我可能……我根本不是儒家弟子，也没有浩然正气。可叹，老夫一生探究出这条修行之路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前辈，但是老夫不服，我人族一朝生灵，精彩绝艳之辈层出不穷，必然不会让老夫知道埋没。原来是个复读机嘛。儒道佛天道与之，方可进学，无不取矣。老夫踏蛮土，过妖园，访洞天，入佛国，发现这普天生灵俱以我人形为尊，圣人、道祖、佛祖皆为人形，妖祖、蛮天、古神降临之姿为人形，可以。可能是老夫以100年寿元，强取一截天道之力，却发现那天道之力竟然也凝聚为人形之态。老夫断定，我人族必有隐秘。老夫穷尽一生，终于探究出一条通天之路，怎奈何道可行，却无气可用。我这里有气，缺一条道。圣人生清气，道祖生紫气，佛祖生金气，为何老夫知道，却无气可生，无气可用？老夫不服，老夫不服，老夫不服！我这里有，是留下的一缕投影，完全没有对话的能力。后来人找到第4种气，让我人族人人如龙。这是武道。武道以武淬炼肉身，以武入道，分为通脉境、养气境、换血境。换血境可换血救死，此境界者，肉身防御，不输佛门金刚。道3个境界，可怎么看？这3境界都像是少儿基础训练。难道剩下的东西在那扇门后？可是刚才我迈步的时候，有东西在阻拦我。不管，也去看看。机会错过，就再没戏了。耶，我能往前走。哼，我居然能走到这儿，看来这条道是我的了。那么，再走几步，直接开门。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只能走到这个人形所站的位置？难道剩下的路得我自己找？好，这又是哪儿？
这全身仿佛被100只容嬷嬷扎了个遍一样，每块肌肉里都是刺痛。主人，你醒啦！他们的传送通道被毁，你和那个女子都被甩到了这里。那女子被空间乱流所伤，一时半会儿醒不来。刚才是秘境之灵救了主人，咱们趁她还没醒，赶紧跑吧。那秘境之灵为啥不直接宰了她？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你说真的？漂亮有什么用？一会儿醒了，死的还是我。你要砸死她吗？想想，算了，这女人万一有不慎法宝，死的就是我了。确定是因为这个？真的不是因为她胸大？闭嘴！那女人不可常理看待，说不定外貌都是妖法变的，本体又老又丑，还是个怪物。又老又丑的怪物，又老又丑的怪物。这里已经距离那个女人很远了，应该安全一些了。但现在又渴又饿，我最多还能支撑1天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肯定找不到吃的。现在只有唯一的办法了，尝试武道修炼。那修行方式是淬炼肉身，如果真的有效，能让我多撑几日也是好事。灵成器真的能够运转这种修炼方式，我的穴位正在被打通。易经法髓，这是逼出了堵塞经脉的杂质，得找个地方洗澡才行。虚弱感和饥饿感倒是减弱了，但是浑身油腻的感觉，那可是真的不好受。那臭小子竟然比我先醒，甚至还能走动，是文心给他的加持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更不能放他离开了。我在他身上下了蛊，顺着蛊的气息去找他。是姑娘。这硬是一点水的影子都看不见。好，经脉自动运转，又破了2穴位。我去，这打通的穴位居然还要排出浊气，以后修行必须闭关。主公，我进阶了，觉醒了新天赋。主人，我也一样。你们俩好像跟之前也没什么区别吧？在你家推荐15小马哈，嘿，可以可以，照这个趋势，也许他真的能进化成前世的阴间大盘。那你呢？主人可讲好了。你觉醒的是领域类能力？没错呀，虽然现在范围不大，但是很明显，被领域笼罩的地方，我的感知变得异常强烈。未来要是我变得更强，在领域开启状态下施展带宗融合，那就是真正的一击必杀。什么东西？我去，这就起作用了。有些本事，难怪主人会如此重视你。主人，那个女人派你来的？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些，下一刀我将会取下你的脑袋。好吧，谁能想到，还有这种被迫吹牛的机会呢？人乱语，死吧！独孤九剑，副刀式。小猫的感知领域搭配独孤九剑，就能看见招式的轨迹死线。怎么可能？不要顺着轨迹死线乱打，你都没法正常释放招式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简单点说，在我面前，你连技能读条都做不到。吃了他的魂魄。是主公。多谢主人。他的魂魄里可有什么有用的信息？这个不是完整的妖物，魂魄也被炼化过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有用的信息。那个怜爱很快就能追上来。那家伙果然非比寻常，还好当时没有作死捕到。可是现在这情况，被追上是迟早的事情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现在先找个地方洗个澡躲起来。我不信，
他能坠我到天涯海角？废物，还得我亲自出马才行。好吧，逃到天涯海角，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魏大人，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？我们已经算出了那条时空通道的3个落点，现在不确定到底在哪个地方，已经都派遣人手前往了。我们已经算出了那条时空通道的3个落点，现在不确定到底在哪个地方，已经都派遣人手前往了。魏大人，无论如何，也请您救救我弟弟，我就他一个亲人了。如果他不在了，我也……放心，我们一定竭尽所能，陈洛一定会没事的。3个地方都已经派遣镇玄司进去，而且四周也动员了妖族帮手。陈洛，你可一定要活着。还好遇上了这条河，不然我真的会被自己熏死啊！是谁？喂，青蛙？噔噔！啊！喂！你是说攻击我是因为我身上有虫子的味道，而你讨厌虫子？没事，不用道歉。我刚才杀了个虫子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吧。还挺高了。什么？金蝉婆婆的嫡孙也失踪了？那不是常有的事吗？这几个月好像特别频繁了。小少爷可真不让妖省心啊！不知道这次会轮到谁这么好运呢？镇玄司的悬赏大家都收到了吧？回婆婆，都收到了，大家都收到的。好，镇玄司悬赏是5颗月华珠，老身也加个码。3颗日金珠，月华珠里蕴藏着100日月光精华，而日金珠蕴藏的可是其2倍实质的日光精华。若是得了这些宝物，就是平白多了数年功力啊！不愧是金蝉婆婆，此等手笔真不愧大妖之名。此次寻人，那位伯爷自然要紧，但是老身既然出资，也有私心，恳请大家顺带找一找我那独孙儿。那小畜生偷了一张千里随风符，如今不知去向何处了。千里随风符，2-3年俸禄才能买得起的救命神宝。此等神宝竟然拿来离家出走用！喂！喂！那家伙不是告辞了吗？怎么又回来几趟？得了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迷路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都窜出来好多次了，看不出来才是有问题吧？本大爷才不会迷路。这只蛙还挺硬气，懒得管它，得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这野果的样子怎么这么丑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你竟然跟踪本大爷！撞了我道歉就算了，还要诬陷我！我看在你一直跟踪本大爷的份上，本大爷用东海珍珠跟你做笔交易。啊，这珍珠看上去挺名贵的，你背后的是空间法宝？那不重要，只要你送我出这富云山，这东西就是你的。随手拿出这种珍珠，恐怕来头不小呀。如果能跟这家伙搞好关系，那邀你来抓我的时候，保险不就又多了一份？可以，这笔交易我做了。这东西也太酸了，又不是烂得很，我是真不想吃这东西。你吃啥呢？炼血丹可以帮本大爷炼化血脉的丹药。那你吐的是什么？那些不能吃吗？那些就是炼血丹，外面一层是糖衣，本大爷只吃糖衣。这就是土豪呢！
果然，哪个世界的土豪都不能以常理去理解他们。哎呀！喂，黄三哥，这传送附近也太大了。宋老弟，要是咱有钱，也不至于用这破传送符啊。咱俩给人做了10年护卫，好不容易攒了些财物，现在能省就省点，毕竟黑市上换炼血丹，那可是很昂贵的。我若是有了炼血丹，洗炼血脉，也得成为一方妖王。我没有黄三哥那么远大的志向，只希望换得几颗炼血仙丹，让我进入炼血境。那样，我的孩子出生时开启灵智的可能性就会变大，我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你倒是个实在人啊！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竟敢叛倒老子？小宋，炼血丹咱们不用买了。为啥呀？这就是啊，咱哥俩今天要发财了！快继续找，这周围说不定还有。黄三哥，这里也有啊！我也捡到一颗，这里还有啊！人类，小事儿。我觉得你身上的虫子味越来越重了。你刚才在河里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呀，脏的外套都扔掉了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小哥哥，我马上就要找到你了哟。看来咱们不是遇上了遗漏货物的车队，而是一位妖族少爷，岂不是正好？我们可以跟着一路捡过去，离远些，莫让他们发现。捡得多了，咱们就可以。你仔细看看，就那1人1蛙的实力，根本不是咱们兄弟的对手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直接把他的包裹抢过来呢？那里面也许有着咱哥俩一生都买不起的宝贝啊！三哥，不妥。我宋书航虽然身份低微，但一身勤俭恳恳，从未做坏事。而且，真惹人族血光，到时候大选就没有我们容身之处了。宋老弟，这是送上门的富贵，你为何推三阻四？难道你以为我独自对付不了他们？三哥别冲动，冷静啊！你这样的货色，就该一辈子人人宰割。等子杀了他们，一个人去往南方妖土逍遥。这样，老子坐定了。沙溢，什么人？血纹神通，毒物臭屁！谁能抗到老子的血纹神通？受死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大人饶命啊！踢到铁板了！给我个什么理由？说不是我开启红尘武道，进入龙脉世界，这股臭气就让我交代在这儿。这妖怪是真的想杀我。虫子的气味，扔掉。炼血进妖物的肉身，加上我的爆裂骨，居然都没有让你受伤。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。还是你新朋友，不介绍介绍？好吧，尽情跑。你能跑出本姑娘的掌心吗？仇人，花大爷，你身上有没有强大的宝物？最好是丢出去，直接把大妖都能炸翻的那种。哪有那种宝物？你脑子清醒一点！何况我还是离家出走的。小哥，跑哪儿去？来不了了。喂，你要做什么？快放下本大爷！这不关你的事，快走！那个傻瓜！别太小看我，就算打不过你，今天也得把你衣服打烂，给路人们发些福利。死到临头还在说些胡话！今日我要摘了你的脑袋，炸出你胸腔里的文心！保密！开导，沙溢历史的杀我这还是杀，独孤九剑，破刀式。不错，原来是这样杀的。搞明白这个就可以玩大一点了。不错，原来是这样杀的。搞明白这个就可以玩大一点了。烈风骨，我没看破。这便是力量的悬殊吗？即便看破也没有意义。我讨厌弱小、
更讨厌弱小的人反抗。想练出你的纹心，我会把你的肉身作为傀儡陪在我身边的。怎么样？陪着我这样的美人，你应该很开心吧？休杀无主！这两个小鬼孩，这种东西可不配做我的对手。收回，妈咪！见过主公。重新介绍一下我的书里，他的名字叫做戴宗，如何？主公，我进阶了，觉醒了新天赋。主人，我也一样。杀了你！我改主意了，杀了你！我师尊也能从你的尸体里运出纹心，不知死活！别搞，快走！天罗去清蒸万安县，臣服带狗我。别交代遗言，大爷扔开感动的本大爷了，这次让你占个便宜。召回书。区区一只小妖，不过是陪葬罢了，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场。啊！万兽大妖推星辰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是那小人，他没死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要宰了你，给钟馗和戴宗报仇！起来！你以为我就这点本事吗？死碎！剑不欺世！别太小看这平古师了，我与你们的大儒也不过一线之隔罢了。青丝骨，真杀玉！谁成功到这里？居然将我逼到这种地步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天堑到底为何物。标品血兽骨，放风！剑破之！这他如何还在不来？头发好处理，这个活物不好办。有了！大风，给我吸干他的血！呵呵，你疯了吗？居然抽取自己的血气！快，大风，后悔！殷子香博士还左顾右盼，这次很惨的，我结束了。别太嚣张了！逼出我的本命骨，我现在承认你有几分本事。好人剑，他使用了特殊的能力，握住了我的剑。想办法一起解决他，我的妖力要枯竭了。现在你们再后悔离我这么近，成为我的养分吧！知道了，红尘气，最后能用上的力量。结束了，我要你给他们偿命！我钟馗、猫咪报仇了！什么东西？怎么？竟然连本命骨都被重创，难怪银骨会自行发动，牵引我心神前来。若不是为师在你胸口种下的银骨，你今日便死了。他这实在，那小子实在难缠，他多了危险，跌得实力莫测。就是你抢了我们的文心。不行，这家伙的气息完全感知不出到底是什么实力，而我也……文心，出来！剥离了文心，
死子也活不过几刻了。这是道门顶级护身符咒，天官赐福。此地是浮云山。是啊，世子，浮云山怎么了？传送虫洞，快走！就这么走啊？文思涵，浮云山乃道域所在，那青蛙恐怕与道门渊源不浅，为师只是投影，若引来道门高手，无法护你安全。文心，我会来取的。你们就是钟馗和猫咪吗？怪我不够强，没护住你们。他们并没有死，书灵乃是书中力量显化，书籍不灭，书灵不灭。你是谁？为何从未见过你？在下秘境之灵，见过主上。秘境之灵，猫咪曾经提过的名字。他们没死的话，要如何才能复生？让更多人吟诵书籍，自然就可以重新凝聚灵域，再现外界。原来是要更多的读者，但如果我不变强，即使复生，也无法护他们周全。秘境之灵，请告诉我，如何才能得到更多的书籍？我要变强，我要变得比任何人都要更强，才能护住我的一切。需要气运，我等书籍在此方天道眼中是不可存在之物，主上需要聚拢足够的气运，以气运与天道交易，我等才可现世。与天道交易？有人注意到我了，主公，日后你自会明白的。就算是面对天道，您也不必妄自菲薄。天道，原来读闲书是逆此方天道而行吗？那我注定逆天了。不过，要逆天的男人，肉身此刻正跟一只青蛙躺在一辆破板车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黄三哥不义，可我却做不到不仁，把你们拉到最近的医馆我就离开，算是报答炼血丹的恩情了。那好像就是落地生前阁的小阁主吧？那个人类应该就是镇玄司寻找的万安伯了。咱们现在就出去抢走他们吧！你们疯了！那两人现在身负重伤，若是贸然抢过来，金蝉婆婆和镇玄司以为是我们出手伤人，那该如何？我们只是想领取虚人赏金，绝不想害人呀！是啊，是啊，我们都是良家好药，吃肉都是吃市场能买到的肉。所以你们要想想，到底该怎么做才是万全之策？让那松鼠把他们送过去。好不甘心，我们明明就看见了，奖赏从嘴边溜走了。那松鼠一看就不是本地妖，他凭什么领奖赏？而且通告上说的是把他们送回去，我们只要参与送，不就有奖赏了？对，只要把他们送回去，也算是咱们的功劳。熊，你是这里的本地妖吗？熊，你是这里的本地妖吗？松鼠兄弟，这是浮云方吗？我们正好顺路，我们来帮你拉车吧。这怎么回事？遇上好妖了？不好，羞辱大熊老二居然抢先一步了！怎么办？要眼看他们拿到奖赏吧？不管了，上去帮忙推车，就算拿不到奖赏，也能跟落地生仙阁混个脸熟。我也要推车，我也要推，快去推车！这个好位置，那可是落地生仙阁的成分呀！混个脸熟也好呀。这浮云山的妖怪都这么热情好客。上开，不热开，好看。怎么这么多的妖王同时来了？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？快去禀告贺掌柜！何必惊慌？这些蛮子来的再多又如何？我浮云坊岂是宵小能够随意进入的？前面就是浮云坊了，快！一位寨主，来我浮云坊何干？
恶掌柜，有事，有大事，您往车上看。小主子，哎呀，你怎么长成这副样子了？没想到我随手救的，居然是2个大人物啊！这可是传说中的龙血木，还有那茶水，光是香气都让我血气翻涌，明显是帮助修行的好东西啊！最厉害的还是这个，这位姑娘是我宋书行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妖哦！谁能想到那2个不起眼的家伙，一个是此地主人金蝉婆婆的单传嫡孙，一个是大玄朝新晋的石峰伯爵，黄三哥也是真的有眼无珠啊！哎呦，宋义士有何需要，尽管吩咐。现在可想想要什么赏赐，落地生前阁必然不会让阁下失望。赏赐吗？狗东西，看你还任不任性！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！婆婆，小祖宗怎么样？身子无大碍，只是体内那颗妖心碎片消耗殆尽，而神魂，这小畜生和人融魂了。是谁这么大胆子？婢子这就去让他自裂神魂！收起来。婆婆，冰姨，那位万安伯清醒了。那融魂之人，便是这位大玄新封的万安伯。老身道门金三顺，见过爵爷。金三顺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好像是某些电视台引进的片子里的东西。是2位救了我吧？多谢。不知你们有没有看见一只青蛙？很小一只，大概这么一点。他是我的兄弟。你说的青蛙，我们没有见过。没见过，一定是落在那里了。我得去找他，他肯定也受伤了。放任不管，他会出事的。他没事，刚才我们只是在测试你。什么意思？爵爷莫急，老身斗胆与爵爷开了个玩笑。那小蛙妖乃是老身嫡孙，此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休养呢。原来如此，令孙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臣落感激不尽。既然你说我那孙儿是你兄弟，老身托大，授你一声奶奶，也就不喊你爵爷了。当然可以。那金奶奶，我可以去看看她吗？现在不行，我们得知道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此事说来话就长了。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曾经只存在传说中的古族竟然现身了。所以你们是为了战胜古女，才不得已融魂了？正是如此。不过听你们的口气，那女人很强。相传天地初开，孕育出第一只生灵的便是古神，他吸收了鸿蒙之气，变得异常强大，竟然想吞噬天道，自立为主。天道之灵将其击败，他坠落化为3600份生灵，被称为蛊毒恐怖，常人不可抵挡。而追寻古神，想要再造古神的组织，便被称为古门。他们为了力量，大肆残杀无辜之人，正道不忍，于是儒道佛妖蛮5方大道出手围杀他们。但没想到，竟然还有残存。古门虽然可恶，但现在要紧的事情却不是这个。要紧的事，您说。我那少主年少无知，一腔血勇，动用了融魂之术，将自身底蕴借给爵爷以退强敌。如今爵爷安全，可否解开融魂术，还我少主神魂独立？神魂独立？那要我怎样做？很简单，只要将您和少主的魂魄切割分离，少主就可以神魂独立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不是，切割分离之后，您可能吃上，但我落地生前阁侍奉爵爷一生，富贵荣华一样不缺。万蛙兄弟确实救我一命，可让我半生吃傻，这穿越岂不是白闯了？但是如果我不答应，
又显得我像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我考虑考虑吧。我家少主是千年一出的吞心禅血脉，生来纯血，比肩古妖。而你呢？你是大儒种子，还是道门道子？你根本就配不上与我家少主融魂，你不过区区一个凡人罢了。闭嘴！婆婆，年轻人不懂事，你好好考虑，我们先退下了。原来是看我不配呀！其实当年穷啊！婆婆，难道我们真的就……呱呱的母亲是蛙禅一族历史上最罕见的天运者，以天道气运为食，天生神通，趋吉避凶。他若不是为了生下呱呱，有万年寿元。可这样一个普通人，会是呱呱的吉，会是我禅蛙一族的吉。宁边，我元霞师妹给了我一个法宝，名为镇魂塔，不伤魂魄，也能分离神魂。我把它交给你，若是大玄怪罪，我自去顶罪便是。不必如此，婆婆，我做了这事，便由我来顶罪。镇魂塔虽说不伤魂魄，但镇魂之苦非常人可承受。那塔其实是道门刑具。12经脉只通了一半，不知何时才能彻底突破通脉线。到那时候，会不会有什么异象呢？今日必须把少主的神魂剥离出来，即使你吃上，那也是你的命。好，谁？跟我走吧。英，一切都交给你了。阁主，道门天灵道君到了。天灵师伯此刻来我这儿，为何？莫非是因为云霞师妹借了我镇魂塔之事？三顺，大喜事啊！听说浮云山救了大玄万安伯。啊，对，怎么了？快请他出来相见。我道门掌门青微真人与6大长老共商决定，册封这位大玄万安伯陈洛为我道门贤良师。啊？为何？陈贤良师有一疏灵，名为钟馗，能吞吃鬼类，对我道门有天大好处。驱鬼之灵可不能落在儒门和佛门手中啊！这大玄魏延到此恭迎万安伯。天灵道长，你们册封我大玄万安伯之事，我等已经知晓了。万安伯此刻可是在歇息？对，我道门贤良师，他可是在歇息。师伯，魏大儒，那万安伯，那贤良师他……这里是哪里？人生来除了神童，便是灵魂与肉身多少有些偏差，而陈洛也不例外。但这次镇魂却让陈洛神魂与肉体彻底合一。儒门称之为文曲灵凡，道门唤作先天道体，佛门则是无垢灵通。烧了这么多心，也没有反应，这镇魂塔到底……似200年前随婆婆一起观望的青微真人渡劫时一般，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通天路。通天路竟然是第4条通天路！圣人开讲，青色漫天，开儒门通天路；道祖传道，紫气东来，开道门通天路；佛祖说法，地涌金莲，开佛门通天路。如今星辰失色，皓月必退，正是有大仙开出了第4条七彩通天路。两位前辈，那气运所降之地，好像就是万安伯陈洛所在之地。老师，夙愿，老夫一生唯愿这世间人人如龙，就要成真了。来人，在明日醒早将万安伯对传通传中京。是。醒早，简而言之，仙侠版早报由当地的说书先生在摊子上给大家念最新的新闻或诗词，当然也包括陈洛写的闲书。此番决策将会让陈洛名满中京，甚至开辟出连载小说的说书模式。
当然，断章还是要断章的。第4条通天修行路出现，这天下要变了。开创此路者，与我佛有缘，当为我佛门护法，谨遵大菩萨法旨。可是人族韩青竹正道，不是？那到底是谁？居然开出第4条通天道？3000里通天路足以修行到等同炼血的层次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此人是否还有能力继续开道。无道佛3条通天路都是万里，若是那人再开3000里，我等妖族需有应对准备。那么列入圣殿议事录，时刻关注吧。阿郎，夜深了，怎么不回宫歇息？莎莉娜，人族又多出一条修行路，此刻他们正在欢呼。阿郎，你若是担心，不如找到开路之人。区区3000里通天路改不了大事，我倒是期待他可以再开3000里。怎么可能？一个普通人，连天赋都没有觉醒，怎么可能开出通天路？一定是附近有其他人，一定是这样。天道气运，天道在奖励他，真是他开出的通天路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竟然看不起一个能够开辟通天路的奇才，即使是算上万年前儒门至圣、道门道祖、佛门佛祖，此人天赋也可称得上万古第4。还有事吗？千错万错，都是婢子的错，是婢子有眼不识泰山，请爵爷不要迁怒婆婆和呱呱。你看我这个菜逼就要镇魂猎魄，看我有点本事就要立马以死谢罪。你们这些人的脑壳有毛病。民兵，咱们糊涂啊！多谢婆婆此前相救，但猎魂这事儿，你们确实有点不地道，所以咱们也算相抵。那么，这神魂收起来吧，今后我与你们再无瓜葛。这原本是天大的机缘，此刻却被我们毁了。不过呱呱是我兄弟，他舍命救我，我应当报答。但我现在口袋比脸干净。我道宫有一秘戒，名曰星种，吞星蝉入内可得大机缘，足以抵过救命之恩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乃道宫天灵真人，有大机缘来找你哦。只要你答应做我道宫贤良师，刚才我说的绝对算数。贤良师是个什么职位？要是太麻烦，我可做不来。道门贤良师就是道门给你发钱发资源，还不用你干活，你可以理解成你在向道门收保护费。不爽？确实如此，就是这收保护费的说法，总觉得怪怪的。请务必让我收你们的保护费。好的，你们退下吧，此处没你们的事了。是。这金三顺是真的不错，一点就让自己孙子攀上这万古第4人了。老身糊涂啊！魏大儒，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当然。贤良师，勿急。我道门有魂器之法，以人为主，与合适妖物融魂，比吞星禅血脉还强。算了，我得回家。我道门有一池天龙，拨一名资质上佳的龙女与贤良师，您看如何？龙女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那里不过是一些跃龙门而化龙的假龙而已，比起吞星禅差了不止1星半点啊！那池中，老夫记得最年轻的雌龙，还是260年前那条电鳗所化。你可感兴趣？靠，差点遭骗！果然送的老婆都不是什么好货色。可恨的家伙，差一点就答应了。跟我走吧，你还不能回家，得先去中京受封。小子，你现在已经是大玄的万安伯了。是。我一套近乎的机会也没了吗？您叫天灵道人，我还有一事想问。贤良师请过问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们为什么要让我收你们的保护？呸！让我做你道门的贤良师啊？因为钟馗。天灵将中道的重要性给陈洛讲了个大概，原来是因为中道可以吃鬼的本事啊！你们不愿意放弃驱鬼这个专属技能，所以希望我的钟馗挂个你们道门的名字。正是如此，不愧是贤良师，理解能力令人叹服。可这样一来，钟馗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书灵了，陈洛也担负我道门责任，此子亲近儒门，恐怕……
那就这样，挂个名也挺好。都是驱鬼，行的是好事，名头倒是不重要。行的是好事，名头倒是不重。贤良师心性竟然如此高绝，原来是我道门格局低了。天灵，谢贤良师点拨。既然我封了万安伯，那府宅大不大？丫头多不多？美不美？此时的陈洛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无形之中又装了一笔。这一路竟然发生如此之多的事情，我们真是欺人太甚。还好我有些机缘和我的书里面拼死相护，不过也因此我得到了文心垂青。辛苦你了，这事不会就此结果。不过前辈，关于我的修行路，我想此事超出了我的权限，不必对我言说。等你去到中京，自然会有文相亲自问你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有一事相询，你务必如实相告。你开出的修行路和之前的大儒文心有关联吗？有关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儒门有些老家伙迂腐得很。你非我儒门子弟，却收了大儒文心。文心选我，与他们何干？非要挑战，那就让他们来跟我打个痛快。别冲动，事关名分大义，这是理之根本，也怨不得他们。但是我们也有应对之策，你可愿意拜入我儒门？拜您为师？别，老夫可没那资格。收你为徒者，身份必定在老夫之上。你开3000里通天路，而老夫才初入大儒之境，做你的老师，只怕护不住你啊。我明白了，无论如何，前辈都是我长辈，我将以师待之。师姐，我好像又错失了一招。天灵回来说，我册封的那个贤良师，居然就是开第4条修行路的人。早知道如此，直接收回来当弟子多好。这大天师的位置，要是你来做，也不会像我这般糊涂啊。万安伯文章已经分发到各位行早先生手中了，只待行早开示。文相真是任人唯贤。万安伯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，所写的文章竟然由您亲自安排分发，真是他天大的福气。真言，这可不是他天大的福气，而是我严百川，我大玄天大的福气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所写的东西，能是我大玄的福气？我不理解。行早先生怎么还没来？南先生今日恐怕又去小阁下那里了。咱们可是太祖膝下之一行早，他怎么能这般怠慢呢？就是。太好吃了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正常吃过东西了。哎呦，你慢点儿，吃坏了我可对不起啊。胭脂的香气，那个书生恐怕生活作风有点乱了。这种人能说出个什么东西？你们这的行早其实就是单口相声吧？相声是什么？在下来迟了，给各位道声抱歉。今日行早要讲的东西有点特别。特别？就你这话，能有多特别？今日邸报上只有一事，我大玄陛下册封青州万安县陈洛陈东柳为万安伯，而诵读文章便是万安伯书写的奇文《钟馗略传》。我前辈当神速啊，这么快就给我传播了。陈洛什么人啊？没有听过呀。万安伯，这是十方学位，当今不是最忌讳十学封学吗？我朝有祖制，非有空不得封学。这个陈洛空在何处？陈洛什么年纪？是儒是道？陈洛者19岁，忠烈之后，书写奇文《钟馗略传》一篇，诵之可得避鬼之力。且先生通读天赋者亦可诵读。钟馗系陕西终南山人，少时即才华出众。同一个时间，中京所有的行早茶楼，所有的说文先生都缓缓念出了《钟馗略传》。南山人，少时即才华出。竟有如此奇事啊！钟馗真乃奇人也。哇，好有意思的故事啊！老钟，
你们很快就能回来了。钟馗子，播讲颇有趣，一直以后写书连载也许用得上。为分解。伯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先去看看您的宅邸如何？啊！哦，奇闻，这乃奇闻呐！这个万安伯不简单，好想认识一下这位奇人，到底是怎样的奇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奇闻呢？这种小故事都能在这种没有闲书的世界引起轰动，那如果连在起笑傲江湖呢？不敢想啊，不敢想。唉，等你半天了。这是我的？正是啊，此处就是万安伯的府邸。你们确定给我的是一个房子，不是一个小区？小区？伯爷叔笑了。请进，请进，让奴婢带您转转。行，我一个人走，也许真会迷路。我就不进去了，只是过来帮你打个招呼。接下来我要去面见文相，3日后上朝时我再来接你。多谢前辈。恩师也在此处。若是陈洛能拜得恩师为师，他今后路途定会平坦许多。毕竟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毕竟，他可是跟大学文相同级别的人物啊。那小子安顿好了，没事干了。有人接待了，我特来通报文相。退之，你可要去见见那小子。见是不见，一个老匹夫还差2步就输了。你放屁！退之，你以为老夫没看出来？你与我下棋，能用我见微知著的神通吗？休要恶人先告状！是你这匹夫先用见微知著走了2步。宋匹夫，看老夫怎么预判你的棋路！严匹夫，看老夫预判你的预判。是，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，您可否收陈洛为徒？我可不能收他为徒。伯爷，整个伯爵府总计有厢房20间，独立小院12个，正厅2处，偏厅6处，下人大院2处另有，马房、水房、厨房等杂役房8个。这么大，要是我这么转手一卖，岂不是可以回万安县安度晚年？所有的家具物实都已经配齐，您看哪里还需要修整？我这就叫内务司的人手过来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大概多少平？现在中京房价多少一平？伯爷不会是想卖掉一丝房产吧？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啊？那可以租给别人吗？不可以啊，也是杀头大罪啊！不会吧？这个所谓的御赐宅邸，其实是个变相把我留在京城的大牢，甚至说不定还会被征收房产税。我操，那不是还得想办法挣钱？我不是来享福的吗？伯爷，恩师，您为何不收陈洛为弟子？不是不收，而是不能。陈洛可是个好苗子，虽然没能觉醒通读天赋，但他开辟了第4条通天路，如此人才，不收他不是？不是我不收，而是你师祖要收。师祖要收陈洛？没错，那小子呀，以后是我的师弟，是你的师叔了哟。现在可真是麻烦了。这么大的宅子，我1分钱都没有，伙食没有，甚至连马车都没有。为什么中京连一辆马车都要300两银子？这当自己是保时捷吗？倒是可以让陈轩给我寄钱，可那样岂不是显得我很 low？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挣到钱呢？钱，从我小国穿越了，还能被钱给难住了。不管了，先出去看看。坐在这里，迟早被饿死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伯爷今后定是皇上眼前的红人，小人没别的贺礼，只有这小小的银票，还希望伯爷不要嫌弃。我操，1000两！区区小钱，伯爷请勿嫌弃啊！小伙子有前途，我很欣赏你啊！伯爷，转2条街便是中京繁华闹市啊！伯爷若是有空，可以先去逛逛。好嘞，就让我看看这中京到底有多繁华吧。果然是个不谙世事的新人，区区1000两罢了。今后巴结您的人可多着呢。那人就是万安伯，没错，赌上有的。不愧是中京，就这繁华度，吊打万安县。可靠消息，那万安伯没有觉醒通读天赋，
所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阁下就是陈洛吧？新封的万安伯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叫陈翔，滑翔的那个翔。吃东西怎么能说翔呢？我也开玩笑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很好，当街要找我试试。得，今天要扬名中京路。得罪了。哎呀，我也得罪了。两个垃圾，还学人绑架！你是鹰眼，世界第一大剑豪！胡言乱语！我家主人要见你，跟我走吧。什么主人？我不认识。我妈从小就教我不要跟怪人走。我家主人乃是曲离侯，侯爷请伯爷喝杯酒罢了，不要不识抬举。李宝一脉，程昱见过贤良师。对我叫贤良师出手，那爪子就当小惩大戒了。多谢程昱仙子。万安伯好大的架子，本侯只是想请伯爷喝杯酒罢了，不给面子。你就是曲离侯？我家小王爷有事请教万安伯，曲离侯请改日再约吧。多谢出手相助。你该谢的人不是贫道。那我该谢谁？咋就走了？小王爷，曲离侯，我啥也没干，为何要针对我？伯爷，您坐稳了。中京府原来这么深，完全把握不住。可这些都是小事。刚才那个曲离侯可是有仆人的，我这样两手空空不服身份，还是得搞钱啊。街头卖锦标的小包，这正经大计不就有了吗？哎，大兄弟，你这东西在哪买的？小哥，这是草包，随便哪儿茶楼、酒馆、青楼都有小厮卖的，1文钱1份。咱们粗人爱看，看完还能拿回家放茅厕。1文钱1份，这么便宜？这点钱，那1万份也不够塞牙缝啊。咱就只有这样的草报了吗？有没有贵点的？当然有，文昌阁刊发的文报，那可是金贵的东西。据说上面有最新的诗词，还有夫词，甚至大儒注解经义的文章。就是价格太贵，不适合我们普通人。多少钱？10两银子1份，而且1个月只有1份。这么贵，有人买？我大玄读书人可比小哥想的多太多了，不仅有人买，还要早起排队才能买得到。我曾经见过从城东排到城西的队伍，就为了买1份文报呢。我操，发财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来10本中品。少爷，咱这箱钱买不起呀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收几份上中下3品，原作者写的是上品，大佬抄写是中品，读书人撰抄是下品。但即使是下品，那也是最少需要100两银子1本的宝贝。而这个世界里，因为书本有天道之力加持，所以极其尊重原作者，根本没有盗版。原作者能分到每一份读者为书籍花过的钱，真正实现了我热爱中的每一分钱都是到作者手里。在这个世界，写书就是真正的挣钱大户啊！满脑子闲书的我，岂不是要起飞啦？又疯了一个。写书哪有那么简单？夫子大儒1年估计也出不了1篇，真当那金贵的词句是白菜呢。哎，客官，到地方了。多谢。公子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公子。记住，这该不会是想撑死，然后讹我吧？你慢点，还有的是。你这是多久没吃东西了？够了。公子，你被掳走之后，萱姐2天就受托了刑。我经历了一段生死磨难，可萱姐又何尝不是经历了生死离别呢？不过很快，我们就得到了魏大儒的消息，说你在中京平安无事。萱姐就命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寻到你。萱姐让我把这3万两银票交给你，她说你不会赚钱，现在肯定愁着呢。我这一路上马都没骑，全靠一口气狂奔，不敢停留片刻，所以才会如此饥饿。萱姐，公子您别嫌弃，这银票一路上我可没让她受丁点苦，干干净净。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，再不让你们担惊受怕。公子别哭了，
我知道你肯定受了很多苦。公子，公子挺住啊！公子，东西给你买回来了，这就是你要的文报。公子，你又不是儒家弟子，你要这文报做什么？了解竞争对手都在写什么玩意儿？这最后怎么有这么长一串的名字啊？那是排名，儒生的叫财气榜，夫子的叫山海榜。那怎么没你的名字？早晚有一天会上去的。这种文报多吗？这种文报可不多，就这还得1个月1期呢。市面上常见的只有草报多一点，那种没什么营养的东西也不值钱。看来这个世界果然还是那个世界。这个世界，天道就是个家长心态，所有人都在此影响下变得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这个世界除了黄和赌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娱乐。这真是最棒的世界呀！公子疯了！小姐啊，你说公子也去办报怎么样？暂时间，恩师应该要归来了。恩师，可是观察那小子有什么岔子？这副表情，陈洛那小子肯定是做了什么龌龊事啊！什么叫那小子？若是老夫认可了他，就是你的小师叔了，有没有理说？是。曲离侯，知道是什么人吗？曲离侯乃是前礼部少卿齐兴明，但他在为大玄联合朱小蛮部落时，被大蛮王斩杀，早已为国捐躯，爵位也是追封的。现曲离侯乃是齐兴明的独子齐怀王，此子仗着父亲有功，爷爷又是大儒齐可修，有些骄纵，只是不知恩师为何突然问及此人。此人今日当街为难你的小师叔。他为难陈洛？我看呐，这齐怀玉恐怕眼红陈洛的钟馗略传是分红，想强取一分。在他眼里，陈洛不过是偏僻地方出来的野小子，没后台没靠山，好拿捏的很。若不是他爷爷与父亲，他哪里配得上那曲离侯的爵位？当真是胆大包天。走了。恩师去哪儿？养不教，父之过。父亲既然过世，那就是爷爷的问题。老夫现在抓那齐可修，打一顿。恩师的脾气这么多年还没改啊！你要办草报，那玩意儿就是个厕纸，你办它干嘛？我是不会雅文，但如果我在草报上连载《笑傲江湖》呢？公子何必费那个功夫，直接集结出版不就好了吗？问题就在这里，你觉得有几个人能买得起一整本的《笑傲江湖》？如果分开一张一张卖，大家都看得起，价格也能接受吧？不能僭越，买不起就不要读。小时候的我，不知道多少次因为买不起典籍而被驱逐。公子这番操作，是让天下寒士都能读上书啊！公子大德，季仲必然全力追随。刚才散发王霸之气了。算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报纸上除了小说还能写点啥？光写小说也不够啊，得搞点其他内容才行。搞什么呢？请别人来，我自己都吃不饱。写点诗词，存货有限，我以后还怎么装篇？发篇新闻，可我没记成，所以到底用什么来填其他板块呢？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家教，主公，家老钟，听点听点，某家还很虚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突然就复活了？因为诵读《钟馗略传》的人越来越多，某家的灵运才会恢复得如此之快。多亏了主公啊！传唱居然有这种效果，得再去行早看看。如果行早好使，也得尽快想办法《笑傲江湖》推出去。记住，出门去行早。是。我打听过了，北风楼说书先生号称话嘴男生，他说的东西活灵活现，京城就属他说的最好。就是这里了。让我进去吧，我在里面预约了位置的。实在不行，我怕风凉上，我可以骑在别人身上听。今日已经客满，请各位明日请早吧。完了，看来今天是看不成这个话嘴先生了。放心，公子，有我在，浩然正气。我去，上次来都还不是这样。话嘴先生来了，各位错爱，南某感激不尽。接下来将是今日的播讲《钟馗略传》。
开始了！快讲吧，先生，等你好久了。保家钟馗，残杀！这小子不简单啊！